清明节前，我终于回到了阔别10年的家中。一大家子亲戚在福运楼摆酒席吃团圆饭。大姨家的表哥一进包间，就把宝马车钥匙随手扔在饭桌上，然后冲我居高临下的说道：“小弟，听说你坐火车回来的，不是哥说你啊？你也在外面混了10年了，就算买不起宝马，起码也弄一辆50宏光开回来啊！”我笑笑，宝马开不习惯，我更习惯迈巴赫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10年前，高考前夕，爸妈突然逼着我放弃高考，远离家乡，跟着一个瘸腿老道学算命画符。我心中埋怨爸妈，整整10年没有回过家。今年清明前夕，我爸给我打电话，希望我能回去看看。我推掉港岛某位大佬报价数百万的风水局，在清明节当天回到了阔别10年的家中。对于我的回来，我爸妈非常高兴，他们迫不及待地打电话通知了亲戚们，在福运楼摆酒席吃团圆饭。大姨家的表哥一进包间，就把宝马车钥匙随手扔在饭桌上，然后冲我居高临下的说道：“小弟，听你妈说你坐火车回来的，不是哥说你啊？你也在外面混了10年了，就算买不起宝马，起码也弄一辆50宏光开回来啊！”我实话实说，主要是开车太累了，从广东回来起码得开1天1夜，还是卧铺睡着舒服。表哥闻言似乎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扫视一圈，见二姨一家和舅舅一家都竖起耳朵在听，故意扯着嗓子大声道：“小弟，你这话就跟穷鬼说自己不爱吃鲍鱼帝王蟹，就爱吃农家小炒肉一样，都是一家人，实话实说就好，没必要装。”我笑嘻嘻地看着他，表哥说的对。对了，表哥，你宝马车钥匙好像扔在我擦鼻涕的纸上了，赶紧捡一下，免得弄脏了。表哥瞬间黑了脸。这时，舅舅冲表哥笑道：“伟光，听说宝马操控很好，能不能让舅舅试试你的车，感受感受豪车的操控？”表哥闻言仰着鼻孔道：“就怕你开完我的宝马，就再也不想开你那破大众了。”舅舅听到表哥略带嘲讽的话，老脸一红，旋即打了个哈哈。没办法，舅舅这辈子就这档次了，要不说咱们这一大家子还得是你有出息呢。舅舅话音刚落，舅妈、二姨、二姨父他们几个长辈都对着表哥一顿夸。伟光这孩子打小就透着一股机灵劲儿，长大了果然了不得。伟光，你现在发达了啊，有机会带带你表妹啊。表哥这时看向我：“小弟，你要不要试试宝马？都是一家人，别说哥有好东西不带你。”我摇了摇头，宝马我试过，开不惯，我还是觉得迈巴赫的驾驶体验更好一些。我话音刚落，原本嘈杂的包房顿时静得落针可闻。下一刻，表哥就像应激的猫，直接炸毛了，瞪着我大声道：“阿元，你在吹什么牛逼？你个连50宏光都买不起的屌丝会体验过迈巴赫？你知道迈巴赫的标是什么样的吗？”他说到这儿，语气越发不高兴，一副已经看穿我的样子。“小弟，你这就没意思了，为了压我一头吹这种牛，咱们都是亲戚，没人说什么，被外面人听到了还不笑掉人家大牙。”表哥这么一说，舅舅他们也反应过来，纷纷冲着我摇头，显然也都认为我在说大话。迈巴赫这种顶级豪车，动辄几百万，怎么可能是我这穿着一身拼多多服饰的牛马能接触到的？对于众人的反应，我一笑置之，他们以为我在说大话，
其实我说的是实话，卖巴赫确实贵，但这些年继承师傅的衣钵之后，我帮人看风水算命，已经在南方的阴行中闯出偌大名声，出场费都是几十万起步。大姨这时候也扭头对我妈阴阳道：“慧琴，这就是你们家阿远的不对了。他哥说他也是为他好，他哪来这么大的抵触心理？这回来开车说到底还是为你们两口子争面子，不然街坊们哪知道他这么多年在外面过得怎么样？是当乞丐呢，还是做保安呢？”我妈闻言脸色有些尴尬。不过大姨家从我打小起就是亲戚里最富有的，所以也是亲戚里最有话语权的。她说话，我妈跟二姨他们只能听着。大姨越说越来劲，教训完我妈，又冲我爸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老陆，你们两口子也真是，当初鬼迷心窍，非让孩子跟一个老乞丐走，现在混成了一个小乞丐。阿远这辈子啊是彻底毁了，以后能不能找到媳妇都两说。不像我们家何伟光找的女朋友那是漂亮的不得了。”我爸听到这话看了我一眼，只能讷讷地争辩道：“那人不是老乞丐，那是个修行有成的高人，他算命可准了，说阿远跟着他学几年就能成就莫大造化。”大姨闻言嗤笑道：“什么高人？那就是个骗子。要是算得准，那阿远的大造化在哪？你们啊，糊涂啊！”表哥也摇了摇头，语气嘲讽：“三姨和三姨父这是上当了还不自知，这说好听了叫老实，说难听点就叫蠢。”他这话说完，我爸妈都涨红了脸。大姨瞪了儿子一眼，嗔道：“这都是长辈，总要留点脸。”表哥哼了一声：“我实话实说而已。”舅舅连忙打起了圆场。伟光大概也是为阿远感到遗憾，当年阿远可是次次考全班第一，以他的学习成绩，最起码能考个985、211。表哥满脸不以为然，985、211出来也不一定能有啥好前途。很多大学生自诩天之骄子，还不是毕业后窝在小公司当牛马，被人训得跟狗一样。我们公司最近就招了好几个大学生，天天被我指挥着打杂，学习好有个屁用。这年头要赚钱，要像我一样多动动脑子。依他们对表哥的话连连称是，果然这年头有钱才是大爷。我淡淡地瞥了表哥一眼，他说我可以不当回事，但我爸妈是他的长辈，居然被他这般羞辱。我起身朝表哥那边走了过去，然后抬手在他胳膊上不着痕迹地轻轻拍了一下，嘴里笑道：“表哥，你现在真是发达了啊，胳膊感觉比小弟的大腿都要粗，来，让小弟摸摸你胳膊有多粗。”表哥呵呵道：“小弟，你这是嘲讽哥呢？哥听得出来，不过哥不会生气，没办法，哥现在就是有钱。”他刚说完，突然捂着脑袋惨叫起来：“妈呀，我头好疼，我头要爆炸了！”只一瞬间，他就脸色煞白，疼得脸上的汗毛都立了起来。大姨和大姨父吓了一跳，连忙冲到表哥身边嘘寒问暖，还有舅舅舅妈他们也都围了过来。“伟光，你是怎么了？要不要医院啊？快打120！”跟其他人的焦急不同，我淡定得很。表哥应该没大问题，可能是平时脑子动得多了，脑细胞活动太剧烈，就跟鱼缸里的鱼一样，要往鱼缸外面跳，把脑壳给撞到了。大姨他们闻言茫然地看着我：“阿远，是这样吗？”我一脸的胸有成竹，我觉得应该是，这种疼是间歇式的，1分钟左右就好了。果然，表哥的头疼很快就好了，他靠在椅子上，满脸虚汗，
舅舅和二姨他们都不由看向我。阿远，你可以啊，还会瞧病了。舅舅说笑了，我哪会瞧病，就是见过表哥这种症状而已。其实表哥之所以头疼，自然是我动的手脚。我刚才拍他胳膊的时候，从掌心渡了点气过去，这种气直接通过他的经脉冲进了他的脑袋，将他脑花冲了一下。效果吗？就跟洗车时用的高压水冲车一样。当然，我这只是冲了表哥脑花一下，不然冲几次就能把他脑花真给冲成豆腐脑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表哥缓过来了，见我在舅舅和二姨他们说话，估计是觉得刚才头疼的差点尿出来，让他丢了面子，所以急于再树立高高在上的威严。这菜怎么还不上啊？要饿死个人啊！表哥拍了拍桌子嚷嚷道，随后又对我爸说，小姨父，今喝什么酒啊？问完以后也不等我爸回答，自顾自嘟囔道，这样吧，酒我负责，难得今天咱们一大家子团聚，今天我请大家喝茅台，管够。二姨父和舅舅他们一听喝茅台，都喜笑颜开，对着表哥又是一通马屁。表哥却看向我，满脸挑衅，阿远，茅台你大概还没喝过吧，今儿多喝点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那小弟就沾表哥你的光了。我扭头招手叫来服务员，对他道，先来3箱茅台涮涮口。服务员惊讶道，先生，您确定是3箱吗？1箱6瓶，3箱就是18瓶，我们1瓶售价是2500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没错，就是10箱。我哥有钱，平常都是拿茅台泡澡的。表哥，10箱够不够？此时表哥的脸已经彻底黑了下来，盯着我恨不得杀人。表哥，我会不会点多了？你不说管够吗？我酒量比较大，要是多了那就算了。二姨父和舅舅他们面面相觑，但我怎么从他们眼里看到了一点点幸灾乐祸。表哥此时骑虎难下，大姨他们来劝，他也不听，只是摆摆手，让服务员去拿，然后对我恶狠狠地说道，小弟，酒可以管够，但你得喝完，喝不完可要惩罚，剩1瓶罚5000，你敢赌吗？我故意装作犹犹豫豫的样子，表哥见状立刻使用激将法，是个爷们吗？小弟，咱穷不要紧，但一个男人如果把胆气都丢了，那就跟臭鱼烂虾没什么两样了。我爸妈连忙跟表哥说好话，伟光，阿远年轻时浅，说错了话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好吗？表哥哈哈笑道，这样我也不为难阿远，以后他但凡见到我就弯腰鞠一个如何？我故意装作咬牙切齿的样子，5000就5000，我赌了。另外，就算我赢了，以后见到表哥也可以给表哥你鞠3个躬，鞠3个躬那是给死人的。这下表哥直接从椅子上蹦了起来，肺都要气炸了，瞪着我恨声道，好好好，阿远，你有胆。服务员，上菜上酒。二姨搓着手看看大姨，急道，大姐，伟光和阿远是2兄弟，不用玩这么大吧，你赶紧劝劝啊。大姨扭过头不吱声，表哥更是放话，今儿谁劝都没用，谁再劝别怪我以后不认他这个亲戚。这下都沉默了下来。服务员很快把菜和酒都端上了桌，我给长辈们都倒满了酒，然后直接举起1瓶对舅舅道，舅，祝你身体健康哈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说完在大家的注目下，咕嘟咕嘟干完了1瓶茅台。大姨，您把表哥教育得这么优秀，我敬您。说完我又是1瓶。大姨父，敬您。打完1圈，我已经一口气干掉了13瓶茅台。
加上他们分掉的3瓶，酒桌上还剩下2瓶。我左右两手各举1瓶，冲表哥扬了扬：“表哥，弟弟在敬你，谢谢你让我大开眼界，尝到了毛子的味道。”话毕，左右开弓，又是2瓶。表哥的表情已经变得狰狞，牙齿都快咬碎满嘴了。18瓶茅台，那是整整4万多块钱，他也就是开个宝马3系，又不是真的富豪，一下子损失掉几万，已经心疼的差点让他吐血了。阿远，你藏得够深的啊，表哥艰难地说道。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冤大头。我依旧面不改色，笑呵呵地看他。说实话，表哥，我才喝个半饱，要不再来3箱？这并不是我吹牛，因为我刚才在喝酒前已经悄悄给自己在手心画了个酒鬼咒。我现在就相当于酒鬼附体，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。表哥浑身一颤，终于低下他高贵的头颅，不吱声了。来来来，舅舅，咦，你们吃菜啊？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夹了块我妈递来的红烧肉，正吃着，包厢的门突然从外面被推开，走进来一个窈窕的身影。我呼吸一滞，皱起了眉头。林清哥，怎么是他？林清哥是我高中3年的同班同学，也是我们班的班花。高中3年，我暗恋了他3年。不客气地说，他是我心中的白月光，而他也曾委婉地对我表达过心意，说等高中毕业就跟我在一起，还想跟我考同一所大学，将来在大学双宿双飞。为此，天天拉着我给他补课，而我累死累活却甘之如饴。可惜等我跟瘸腿道士离开老家以后，给他打电话，他却不回了。最后只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：“我们2个不合适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”我的初恋还没开始就夭折了，虽然被伤害了，但此时看到林清哥，我依旧心中一跳，不由暗想：莫非他从我爸妈那知道我回来了，所以特地跑来看我？我不由细细打量他，10年不见，他长得更漂亮了。但是少了高中时的清纯，小裹胸、超短裙、黑丝袜，变得性感火辣。下一秒，我的心中一沉，以我的法眼，分明清楚地看到他头顶萦绕着7小团黑色的阴气。这种阴气一般只有胎儿被流产扼杀于子宫中才会有，也就是说，林清哥已经堕过7次胎。林清哥此时应该也看到了我，他微微变色后，目不斜视地往表哥那边走去，随后靠在了表哥的肩膀上。伟光，不好意思，社区有领导视察，我来晚了。他随后又热情地跟大姨一家打招呼，大姨冲二姨还有我妈他们炫耀道：“这就是我家伟光的女朋友，林清哥。”清哥可是正儿八经的公务员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表哥此时也拉着林清哥的手，满脸得意，骄傲的就跟公园里的孔雀似的。我叹了口气，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向林清哥和表哥走去，准备向少时的初恋做个告别和了结。毕竟是喜欢过的姑娘，她能找到幸福挺好的，我祝福她。毕竟林清哥有权利对自己的人生和伴侣做出选择，我没道理因此记恨人家。林清哥见我走过来，明显有些紧张，看着我的眼神里隐隐还有警告意味，显然不想让我说出跟他的过往来。表哥、表嫂，我祝福你们。我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，谢谢。林清哥明显轻松了许多，对我道了一声谢。表哥似乎感觉自己又能行了，美女傍身虚荣感得到了巨大的满足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大笑道：“小弟，你也加油啊！我想起来了，
亲哥单位有个离异带娃的大姐，人长得还不错，要不让亲哥给你做媒说和说和。谢谢表哥了，我有女朋友。对于这种程度的挖苦，我并不怎么在意。表哥关心我的婚姻，礼尚往来，我也应该关心两句，所以我低声对他好心嘱咐道：“哥，你悠着点啊，女人流产多了以后就怀不上了。你让表嫂流产7次，以后准备当丁克了。”我话刚说完，惊奇地发现表哥的脸变成了酱紫色。他猛地扭头，杀气腾腾地看向身边的林清哥：“贱人，你做过7次人流，那5次孩子是谁的？”林清哥整个人都傻了，脸色煞白。伟光，你听我解释。啪！何伟光抄起桌上的分酒器砸在地上。解释？解释个屁！半年前你说去三亚出差，其实是去打胎是不是？3个月前说老家奶奶病重，大姨父冲上来拦住暴怒的儿子。你疯了？这么多人看着呢。他此时和大姨对视一眼，都有些臊得慌。本来是想让儿子的女朋友漂漂亮亮的露个脸，结果怎么把屁股露出来了？林清哥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渲然欲泣道：“伟光，我是冤枉的，不过我确实有事瞒了你。其实我跟你表弟陆远是高中同学，我也是刚刚看到他才知道你跟他是表兄弟。”他说完，突然看向我，满脸嫉恨和愤慨。陆远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就因为高中时你给我写情书，我没有答应你是吗？得不到就毁掉，你不觉得你这种报复太下作了吗？何伟光顿时将信将疑起来。小弟，你认识清哥？我静静地看了林清哥几眼，坦然地点了点头。认识，他确实高中跟我同班。何伟光看着我的眼神里已经有掩饰不住的怒意了。这么说，清哥说的都是真的？林清哥好像生怕我说出什么对他不利的话，抢先说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，我一直以来都洁身自好，什么流产7次这种事想都不敢想。退一步讲，如果我真的流产过7次，请问这种私密事，陆远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你都10年不在家了啊！”他这说法立刻得到了大家的信服。大姨扭头就对我妈责备起来：“看看你们家陆远干的好事，我家伟光比他挣得多，又追到了他追不到的班花，他就嫉妒伟光，毁人名声搞破坏。这是亲戚吗？仇人都没这么阴险的。这是你们夫妇要是不给我家一个交代，咱这亲戚就别做了。”我妈一听顿时急了，赶忙跟大姨解释道：“姐，你别生气，阿远就是没喝过茅台，刚才贪杯喝酒了，这说的都是醉话。”我妈随后又瞪着我道：“你这孩子10年不回来，一回来就不让我跟你爸省心，你这是报复我们吗？还不赶紧给你大姨大姨父和表哥表嫂道歉！”舅舅和二姨他们也连连劝我，都是亲戚，造谣重伤肯定是不对的。阿远，做人没有根据，不能胡说八道，伤感情。我心里默默叹了口气。林清哥私生活烂不烂？老实说，跟我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哪怕绿也是绿的表哥。算了，息事宁人算了。我正准备说2句话缓和一下，没想到表哥恨声道：“阿远这是要毁掉清哥，心思太歹毒了，必须跪下给清哥道歉。”林清哥犹豫了一下，也轻声道：“我是公务员，名声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不夸张地说，直接关乎仕途。如果陆远的道歉不能让我满意的话，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，我只能报警。造谣诽谤也是可以判刑的。正好我跟辖区派出所的王所长很熟，实在不得已，
只能请他来断断是非曲直了。我爸和我妈听到林清哥的话，一下子急了，两人分别凑到表哥何伟光和林清哥跟前，低声下气说好话。我原本到了嘴边的话咽进了肚子里，重新组织了一下话语，开口道：其实流产堕胎并不是无迹可寻。我之所以知道林清哥流过7次产，是因为他头顶萦绕着7道黑色的阴气，这种阴气是胎死腹中的婴儿所特有的。表哥闻言嗤之以鼻：半神棍啊，以为我们都是傻的，你随便扯2句无稽之谈我们就信。我呵呵道：表嫂，你是不是经常梦到满身是血的小孩，而且半夜时不时会听到婴儿的哭声？胡说八道。林清哥依旧嘴硬道，不过眼神躲闪，分明已经心虚了。他怕被别人看出异常，所以立刻又冲表哥埋怨道：伟光，你弟就是这么道歉的。表哥丝毫没有察觉到林清哥在转移话题，他转眼对我怒目而视：陆远，别说我这个做哥的没给你机会，现在跪下还来得及，否则今天哪怕是断绝亲戚关系，我也要给你个深刻的教训。跪下道歉自然是不可能。我反问表哥：何伟光，你确定要跟我断绝亲戚关系吗？这些年我跟着师傅走南闯北，什么没见识过，特别是复杂的人心。我知道表哥逼我道歉出丑是真，想借机跟我断绝亲戚关系也不假。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在表哥看来，我这个穷亲戚给不了他任何帮助，只会给他添麻烦。伟光，阿远还小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姨给你道歉。我妈眼见局面闹到这个地步，急得快哭了。舅舅和小姨他们也不停地劝和，然而何伟光不顾所有人的劝告，重重点头道：当然，以后你可别后悔。我的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，一言为定。双喜临门。话音刚落，包厢的门被推开，一群人走了进来。为首的年轻人仪表堂堂，气质高贵，一身看不出品牌的奢华西装。落后他半个身位的中年男人微微发福，眼神不怒自威。年轻男子加快步伐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一把握住我的手，激动道：陆大师，我一路从港岛追过来，总算找到您了。我是蒋天豪。出门前家父郑重交代我，无论如何都得将陆大师您请回，价格您随便开，500万不行，那就1000万，上不封顶。另外，家父把私人飞机也调来，只要您点头答应，我们立马就能飞往港岛。蒋天豪以晚辈自居，将姿态放得很低，跟我握手时微微躬身，以至于不会给我造成居高临下的感觉。此时我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。这次为了回家，我推掉某位港岛大佬报价数百万的风水局，没想到大佬会派亲儿子过来请我，而且将价格提升到1000万，甚至出动私人飞机，满满诚意让我难以拒绝。年轻男子说完，一旁的中年男人一步上前，伸出双手握住我的手掌，脸上笑容灿烂，热情洋溢。我仅代表家乡父老欢迎陆大师回来。中年男人我并不认识，不过从他的身份，我隐隐能猜出来，他的身上有很浓烈的官气，料想应该是一名官员，而且职位不低。思索间，表哥一声嗤笑，打断我的思路：陆远，你从哪里请来的一帮演员？演技不错啊，又是1000万巨款，又是私人飞机，简直让人笑掉大牙！哈哈哈！表哥说完，捧腹大笑起来，
表哥没有眼力劲儿，不代表别人没有。林清哥就察觉到不对劲，从这群陌生人进来房间，他就把目光牢牢锁定在中年男人身上。林清哥越看越觉得中年男人眼熟，终于他反应过来：“您是理事长吗？”林清哥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颤声道。中年男人看向林清哥，目光温和地点点头：“小姑娘，你认识我？您是一市之长，日夜为我们全市数百万人民操心劳神，我们理应认识。”林清哥完全换了个人，前一秒在我面前趾高气扬，气势汹汹，后一秒在中年男人面前就像老鼠见到猫，老实的不能再老实。经过林清哥的提醒，我也确定了自己的猜测，原来中年男人是本市的市长，难怪他敢说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。表哥的笑声戛然而止，他指着中年男人差声问林清哥：“清哥，你说这个家伙是市长，你确定没有认错人？”林清哥狠狠瞪了表哥一眼，责备表哥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极有可能让他在领导面前减分。电视里每天播放新闻，你不看的吗？算了，问你也是白问。这么说吧，我亲眼见过李市长，你说我会认错吗？在官场上混，认人是最基本的技能，否则要是认错人，怠慢了领导，指不定什么时候会被穿小鞋，影响仕途发展。林清哥的确是公务员，只不过是区分局最基层职工。上个月市长曾带队前来视察工作，当时分局领导极为重视，将迎接市长检查作为单位最重要的工作。林清哥长得有几分姿色，被选拔为迎宾团队一员。那天林清哥对权力的分级有了全新认识，平日在他们面前架子极大的处长连跟市长握手的资格都没有，只能充当端茶倒水的跑腿打杂人员。唯有局长有幸能跟市长握上手，即便是面对点头哈腰笑出褶子的局长，李市长也只是微微伸手淡淡点头回应。在林清哥的理解范畴内，能让李市长面带笑意主动伸手示好的角色，起码得是省级领导那一档。然而身居高位的李市长面对我百般讨好，这完全超出林清哥的认知。有林清哥作证，表哥不得不接受中年男人是市长的事实。他咽了口唾沫，不敢抬头看中年男人，更不敢看年轻男子。既然中年男人的身份被证实，那么年轻男子所说的千万酬金和私人飞机多半也是真的。表哥之前质疑我没出息，挖苦我当乞丐，现在得知我随便出手可挣千万，比杀了他还难受。更重要的是，表哥一下子得罪了2位动动手指便能碾死他的大佬，恐惧害怕的情绪逐渐蔓延，表哥双腿颤抖，不得不靠座椅支撑住身体。蒋豪天和李市长身边的人，谁不是对他们毕恭毕敬？他们何曾受到过表哥那般嘲讽？不过碍于我的面子，他们强行压抑住怒火，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，又有人走进房间。这次匆匆赶来2胖1瘦3个男人，几人衣着奢华名贵，身上不是戴着金手表就是金项链，就差在脸上写着有钱2个字。他们脸色微红，各自拿着一瓶毛子和一个酒杯。中间微胖平头男带着谄媚的笑容快步走近。陆大师、蒋少、李市长，鄙人福运楼老板周川，几位尊贵的客人能莅临此地，真是蓬荜生辉。我先敬大家一杯，
周川说完，倒满酒一饮而尽。随后他介绍起身旁两人，戴眼镜的瘦高个方平开了好几个厂，另一人名叫赵虎，做的是房地产行业。几人都是市里有头有脸、资产过亿的老总，只不过跟蒋家比起来差得太远。几人的资产加起来不及蒋家的领头。三人平日在生意场上互有交集，这次恰好相聚在周川的饭店。正当他们喝得兴致勃勃时，饭店经理突然急匆匆找到周川，说是市长和一位身份神秘的年轻人来到饭店。周川立刻酒醒大半，准备赶来敬酒。方平和赵虎听说市长在此，同样升起巴结领导的心思，顿时屁颠屁颠跟随而来。走到包房门口，周川正好听到蒋豪天和李市长的声音，这才知道两人来此的缘由。敬完一圈，周川再次满上，这次他单独敬我，陆大师，恕我眼拙，未曾认出高人。我已经跟酒店负责人安排好，今天必定会让您和客人们吃好喝好。话音未落，一群青春靓丽的服务员鱼贯而入，往我们桌上夹菜。顷刻间，桌上摆满各种珍贵的美味佳肴：战斧牛排、避风塘波龙、清蒸东星斑、金枪鱼刺身、盐焗帝王蟹、佛跳墙等等。至此还不算完，周川拍拍手掌，另一群身强体壮的年轻小伙搬来一箱箱酒。周川打开酒盒，从中拿出一个棕色酒瓶。陆大师，这里是酒店所有存储的15年茅台，一共5箱，要是不够我马上安排人去买。一出手就是5箱酒，而且全部都是15年的茅台，可不是表哥那种普通毛子能比的。关键是有价无市，一次性凑齐5箱可不容易，需要强大的资源背景。按照市场行情，每瓶15年毛子价格超过5000，每箱就是3万多。仅仅5箱酒价格超过15万，还不算酒席钱。我向来不喜欢占人便宜，对于周川的安排，我好言劝道：“周老板，好意我心领了，无功不受禄。这些菜和酒我们吃不完也喝不完，您还是收回去吧。”周川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：“那可不行，陆大师，我知道您高风亮节，可这菜已经做好了，您不吃我只能让人倒掉。与其浪费美食，不如给叔叔阿姨尝尝鲜。”他一番好意，我推脱不掉，只好无奈答应。这样吧，我也不白吃。我关周老板，你面色玉气极洁，印堂发黑，最近恐有凶兆，这颗药丸你随时带在身上，病发时吃下即可救你一命。多谢陆大师。周川大喜过望，忙接过我送出的药丸，奉如珍宝。何伟光，你怎么也在这？我刚打发完周川，猛地一道声音响起，侧头看去，发现是赵虎在跟表哥打招呼。被叫到名字，表哥面露喜色，站起神来，连连点头。何总，没想到您还记得我的名字。赵虎在外是有权有势、腰缠万贯的大老板，但是在目前包厢里站如楼楼，连话都插不上去。眼见周川疯狂表演，顿时急得团团转，思考如何能找机会奉献殷勤。他仔细打量一圈，发现何伟光颇为面熟，仔细思索片刻，这才想起来，赵虎是房地产老板，旗下众多工程项目，而表哥是他某个工地上的小包工头。这几年靠着房地产市场火热，表哥从赵虎手里挣了点钱，人开始飘了。前年，赵虎曾到工地视察，跟工地上的总包和几个分包
吃过一次饭，当时大大小小10几个包工头轮流敬酒，其中就有表哥。赵虎记性好，加上表哥马屁拍得舒服独特，所以赵虎印象较深。何伟光，你跟陆大师什么关系？赵虎走到表哥身旁，搂过表哥的脖子，满怀期待地问道。表哥偷偷看了我一眼，支支吾吾道：“我们是。”我开口打断表哥的话，以前他是我表哥，不过我们已经断绝了亲戚关系。表哥闻言大惊，脸上爬满不安。赵虎是个人精，马上明白我的意思，他触电般缩回手，一把将表哥推开，语气瞬间变得冰冷。何伟光，忘了告诉你，你做到项目验收不合格，公司将会对你进行追责。同时，我会跟市里几位开发商打招呼，将你赶出建筑行业，财路被断，很可能还要赔钱处罚。表哥惊恐万分，两腿再也站不住，整个人瘫软在地。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，毕竟是家丑，我也不愿意外扬。看了眼丑态百露的表哥，我转身先朝蒋天豪拱拱手，承蒙蒋老先生看得起，陆远不胜感激。不过这会儿陆某家宴未毕，半小时后我一定给你答复。接着我又向理事长等人表达感谢，将几位不请自来的客人送走，重新回到包间。我爸我妈、姨妈姨父、舅舅舅妈，包括林清哥，全部瞪大眼珠盯着我。刚才发生的一切颠覆了他们的认知，事到如今，他们哪里还不明白，我混得不是太差，而是太好。阿远这孩子打小就聪明，我早就说过他长大后必有出息。是啊，难怪小远说宝马坐着不如迈巴赫，他连私人飞机都坐过，迈巴赫算得上什么？大家别只顾着说话，赶快吃啊！托小远的福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吃帝王蟹，味道真鲜美。还有这酒，15年茅台，我们单位老黄家收藏有一瓶，成天听他吹嘘，又不舍得喝。不行，我得拍几张照片跟他显摆显摆。仅只用10几分钟，我就从人人嘲讽变成人人吹捧。亲戚们胃口大开的同时，不忘疯狂恭维我。林清哥眼波流转，身子不动声色地远离表哥，向我靠近。他端起酒杯，挽住我的胳膊，红唇轻启。陆远，10年没见你，还是那么优秀。今日能再次遇见，说明我们缘分未了。等会儿吃完饭，我们能单独聊聊吗？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。不得不说，林清哥确实长得有几分姿色，他这种人又特别擅长发挥自身魅力。我能感觉到林清哥有意无意用他的傲人身体触碰我的胳膊。林清哥的目的不言而喻，他不过是看到我的利用价值，企图踹掉何伟光，再次缠上我。在他看来，连市长都对我百般讨好，倘若他能将我拿下，升官发财指日可待。他的小伎俩我轻易便识破，不过我没有立刻拆穿，而是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假装跟他碰杯时，我趁机将一枚真言符贴到他身上。等到林清哥放下酒杯，回到座位上坐好，我开口发问道：林清哥，你到底打过几次胎？有几次是因为何伟光？林清哥原形毕露，将所有秘密和盘托出。大姨家的表哥一进包间，就把宝马车钥匙随手扔在饭桌上，然后冲我居高临下的说道：小弟，听你妈说你坐火车回来的，不是哥说你啊，你也在外面混了10年了，就算买不起宝马，起码也弄一辆50宏光开回来啊。我继续问他，你是不是真心喜欢何伟光？
为什么你要给他戴绿帽？林清哥不屑嗤笑道：我喜欢个屁！要不是看到他开宝马，我能看他一眼。原本我还以为他多有本事，后来才知道只是个包工头。要不是没有合适的备胎，我早就一脚踹了他。何伟光看起来5大3粗，那方面压根不行，完全没法满足我。有次刚跟他结束，我嫌不过瘾，打电话叫来前男友，在他的宝马车里又来了次。还有一次，我跟领导在酒店开房，边开免提接何伟光的电话边干那事，别提有多刺激。没等林清哥说完，表哥大受刺激，疯了一样朝林清哥扑来。他扯住林清哥的头发，狠狠地抽打，啪啪的耳光声不停响起。林清哥受到刺激，恢复正常。见何伟光大众对他大打出手，他不甘示弱，张牙舞爪，还起手来。何伟光，你个王八蛋，敢打老娘，老娘跟你拼了！包厢里一阵鸡飞狗跳。然而这些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继续留在这里没有意义。在亲戚们的万般不舍下，我告辞离开，坐上蒋家的私人飞机前往港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